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12日啊！成日有一啲人咧就咁講嘅，當我哋批評一啲專制國家，話佢打壓言論自由，譬如話咧最近啊，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啦，佢之前啊質疑中國嘅經濟數據係造假噶嘛，認為 GDP 水分好重，咁結果咧就被禁言喎。咁啊唔係淨係佢啦，坦白講啊，以往李克強總理啊都質疑過中國嘅 GDP 造假，所以先推出所謂克強指數啊嘛。咁但係李克強總理都撒手塵寰啦。啲人即刻就話西方佢有打壓言論自由咯。你睇英國而家咧就拉咗一啲咧就係轉載同分享一啲兒童被侵犯案件嘅新聞喎，嗰啲人咁啊即刻有啲人咁講啦。當然呢樣嘢咧要有待 fact check 啦嚇。咁啊然後咧又話 Facebook 啊 YouTube 啊又打壓言論自由，係 Donald Trump 啊而家要上台啦，朱克伯格先話要取消 fact check 先咧俾呢個言論咧自由翻。咁可能咧 YouTube 咧都會放寬黃標政策都唔出奇喎。嗱咁啊有啲人就會咁講嘅。咁啊呢個到底有冇矛盾有冇衝突咧？呢個我成日強調嘅，所有有權力嘅人咧都會想辦法咧係尋租獲得自己嘅利益最大化，然後咧為咗獲得自己利益最大化嘅時候咧，佢就會傷害到其他人嘅權利嘅喎。呢個係權力嘅本質嚟噶嘛。咁所以咧喺美國也會咁。喺俄國又會咁，喺中國又咁，朝鮮又咁，分別就係程度啫嘛。啲人就話喂，你唔好話我啊，你哋都係咁啊。呢個就係程度嘅分別啦。有一啲國家咧，佢想打壓言論自由，佢就好輕易地可以消滅咗言論自由嘅。但係有啲國家咧，佢想消滅言論自由咧，佢都會受到好大嘅阻力。呢個關鍵咧就係個阻力有幾大。呢啲阻力咧嚟自公民社會啦，嚟自媒體嘅監察權啦、第四權啦，嚟自呢個嘅司法制度嘅挑戰啦。咁唔係可以俾佢為所欲為。所以關鍵咧，現代嘅民主政治就要制衡啊嘛。中國古代都嘗試有制衡噶，但係唔成功啦。譬如話呢個嘅唐代有所謂嘅三省六部制。呢個嘅中書省係代表皇帝嘅權力嘅，就係幫皇帝起草詔書。門下省咧就係代表咧門閥嘅，門閥咧就會制衡佢嘅。上書省係負責執行嘅，執行者咧可以唔聽中書省嘅。如果中書省同門下省咧係冇辦法溝通到咧，就唔會執行嘅。咁呢啲咧就叫做制衡。咁但係喂，坦白講啊，皇帝即係可以為所欲為嘅。佢可以隨意撤換咗呢個嘅丞相啦、宰相啦，可以隨意撤換呢個三書六部嘅官員嘅。然後咧邊啲唔聽咧就發配邊疆，即係皇帝係可以為所欲為。去到現代社會就唔同啦，有選票，有呢個嘅憲法修正法案，就有好多唔同。咁所以咧喺舊年4月份咧，拜登政府咧就提出咗，喂，認為咧呢個嘅 TikTok 抖音危害到美國國家安全。點解咁講咧？就係拜登佢哋認為咧，喂，中國咧近年啊，我之前一早已經多次地引述咗啦，中國推出咗呢個嘅情報法噶嘛，所有嘅公民、企業實體，如果企業實體擁有一啲國家有利嘅情報，國家要求佢哋交出情報，佢哋唔可以唔交出嘅，佢哋唔交出咧就違反國家安全噶。咁所以 TikTok 也好，或者係阿里巴巴也好，或者其他騰訊也好，即係佢哋擁有咗咁多嘅數據，尤其是海外人嘅數據譬如話你用 WeChat 同人哋傾偈傾一啲咧對中國嘅利益受損嘅題材咧，你就唔可以唔交出個。以往 Yahoo 咧就喺中國就交出咗啦。咁因為 Yahoo 嘅交出咧，導致到後來 Google 佢哋都要退出中國啊嘛。咁但係問題而家咧就唔係淨喺中國國內啊嘛，佢哋呢啲大企業係掌握咗海外嘅數據，無數人咧喺西方係用 WeChat、用 TikTok、用華為嘅手機。如果中方咧要求佢哋交出咧，佢哋唔可以唔交出嘅。所以舊年拜登咧就係下咗禁令就要求咧禁止 TikTok。如果 TikTok 唔賣嘅，而家雖然咧佢就係中國公司，係字節跳動，雖然佢話佢新加坡註冊咁但係咧佢仍然係隸屬中國嘅母公司啊嘛。所以理論上佢哋要遵守中國嘅國家情報法。咁所以拜登政府就話要禁 TikTok 啦，一係就賣俾啲美國人啦，一係咧就禁。咁但係問題咧，而家 Donald Trump 上台啦嘛 ，Donald Trump 咧就反對禁 TikTok。Donald Trump 咧佢認為咧 TikTok 咧幫到佢選舉啊，喺選舉期間咧透過 TikTok 去宣揚咗好多佢嘅消息反對所謂嘅主流媒體嘅新聞。咁中國嘅背後嘅數據啊、情報啊，就令到咧佢喺選舉裏邊咧獲得好大好處。呢個係 Donald Trump 自己講嘅，佢話佢自己喺 TikTok 裏邊嘅點擊率係數以億計嘅。而家美國咧有1.7億嘅 TikTok 用戶。
咁啊，你每人睇10次8次，咁你咪數十億咯。關於選舉嘅新聞，呢個係影響到整個大選喎。而且咧，佢同呢個嘅Facebook 唔同啦。Facebook 咧之前咧就有所謂 fact check 嘅情況咧，就有一啲咧對 Donald Trump 不利嘅消息咧，佢就係即係比較多報導，比較多轉載喺 Facebook。但係對 Donald Trump 咧有利嘅咧或者 Donald Trump 佢哋陣營所主張嘅咧，好多時候被 fact check 咗之後咧，就係 ban 咗。咁好似最近咧就係呢個 Elon Musk 關於美國即係嘅富豪Elon Musk 關於英國嘅兒童侵犯案件咧，佢就發表咗啲言論喺 X 即係 Twitter 裏邊啊嘛。結果俾英國嘅媒體就 fact check 就話佢講嘅嘢係錯嘅好多嘢係不符合事實嘅。咁呢一啲咧，以往有 fact check 嗰啲，一啲人又話 fact check 嗰啲系統咧，或者嗰啲負責人咧就係左派就係偏幫呢個嘅主流媒體，就偏幫呢個嘅民主黨，偏幫工黨咁嘅情況。咁所以特朗普就反對禁 TikTok 嘅咁但係問題而家咧，最高法院咧就係討論緊，經過10日嘅辯論，因為 TikTok 多次上訴，而家上訴到去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啦喺最高法院裏邊咧就係上訴，佢哋主要嘅理據係咩咧？認為拜登禁令咧係違反咗美國第一修正案，就係保障言論自由嘛咁但係咧而家普遍咧最高法院嘅大法官認為咧係冇影響到言論自由嘅喎。點解因為你唔用 TikTok， 你仲可以用其他嘅社交媒體去繼續彰顯你嘅言論自由嘛。拜登嘅原理禁 TikTok 係因為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同言論自由之間咧係要取得平衡嘅。就唔同某啲國家認為咧國家安全係凌駕言論自由。咁即係咩叫凌駕言論自由就佢唔單止有禁你 TikTok， 仲有禁咗你個人嘅發言。咁但係美國而家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咧，普遍咧個辯論就話佢冇禁到你個人嘅發言喎。你主張支持俄國嘅，主張支持呢個嘅Donald Trump 嘅，主張支持金正恩嘅，你仍然可以喺美國度發表你嘅意見嘅。你支持呢個嘅斯諾登嘅反對美國政府嘅主張咧要求咧無條件釋放翻斯諾登，停止追捕佢嘅，冇問題喎。你一樣可以喺美國唔同嘅媒體講，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嘅媒體，選擇你自己嘅平台講。你只係禁咗 TikTok 呢個平台，因為佢有安全漏洞風險佢會將美國人嘅數據帶翻去同美國敵對嘅國家嘛。呢個就係而家最高法院咧嗰個核心理論就認為咧 TikTok 嘅代表律師所主張嘅禁令係侵犯咗美國人嘅言論自由，呢一點咧係唔成立嘅。咁但係咧其實背後佢哋核心嘅觀點係咩咧？佢哋冇講到出嚟。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因為咧係一個平等嘅做法啊嘛。除咗國家安全就平等，因為你同樣道理你禁咗人哋嘅 WhatsApp， 禁咗人哋嘅 Instagram， 禁咗人哋 Twitter， 禁咗美國嘅主要嘅社交媒體中國。當然中方就話你只要接受中國嗰個法律規則咧，你就可以嚟噶啦你接受咗中國法律規則，即係你有言論審查啦，你要交資料俾中國嘅國安公安部啦你就可以嚟噶啦。你即係將美國嘅社交媒體抖音化、微博化就得噶啦。咁係咪事實係咪可以咁做咧咁但係即係喺西方佢哋企業認為，如果係嘅話，咁佢就係等於出賣咗言論自由，出賣咗呢個嘅人民可以暢所欲言嘅基礎天賦人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矛盾啦。你唔俾人哋入嚟，中國唔俾呢啲美國嘅社交媒體入嚟，但係咧中國嘅社交媒體就可以自由地進入到美國嘅市場同樣道理，英國嘅銀行好多都係好困難喺中國度發展，但係中國嘅銀行就係可以無條件地喺英國、喺歐洲、喺世界各地度發展。咁呢一種咧不平等嘅保護壁壘就係 TikTok 禁令背後嘅核心。即係你放我入嚟，我先放你入嚟啊嘛！你唔放我入嚟，我放你入嚟，咁咪即係讓你半臂去打呢場比賽，讓你半臂打呢場比賽就一開始都係有優勢嘅喺改革開放初期，但係去到而家30-40年後啦，中國嘅國際實力中國嘅軟實力，中國嘅國際地位已經抬頭啦嘛，再讓呢啲中國嘅言論審查機器入到嚟美國社交媒體、銀行、金融機構入到去美國，入到去西方自由世界，西方自由世界咧就會受到動搖咯。第一，國家安全受到動搖啦，第二就係喺經濟上嘅實力咧就會受到削弱啦。咁所以關鍵就要平等開放啦，你俾我入嚟，我俾入嚟咯，係咪？你唔俾我保險公司入嚟，我點解要俾你哋保險公司入嚟啊？
咁呢個咧就係 TikTok 禁令、拜登禁令背後嘅實際邏輯，就係要平等地去競賽啊嘛，而唔係咧單方面咧係讓你市場准入，而你就唔俾我市場准入喎。呢個咧其實係佢背後嘅核心利益。咁但係特朗普唔同意啊，特朗普咧就認為TikTok 對佢有幫助，而且 TikTok 咧就有好多年輕人咧使用，咁所以呢個會影響到咧，即係如果禁令啊，就會影響到年輕人咧對嗰個政黨嘅支持度咁所以特朗普咧喺呢刻咧就意圖阻止美國嘅 TikTok 禁令啦。咁啊，當然最高法院咧判咗之後咧，因為最後執行嘅就係特朗普政府嘛，佢可以放慢手腳執行，或者暫緩執行，或者係再研究如何執行，拖到一定嘅時候先至做咯。咁所以而家呢個嘅特朗普就係對 TikTok 禁令咧已經多次表態啦。咁就係希望認為呢樣嘢係 ban 咗佢嘅唔合理嘅咁嘅情況。咁呢個咧係涉及到今日講嘅平等公平背後嘅原則。咁我最近咧就讀咗呢本書啦，呢個係一個保守派即係美國保守主義大師不平等的錯覺呢本書咧寫得相當之好嘅，係 Thomas Sowell 寫嘅一個作品。咁係好簡單嘅啫，因為佢年紀好大啦，呢位個作者1930年出世嘅，90幾歲噶啦，所以咧佢裏邊咧嘅字其實係即係好稀疏嘅論據亦都唔係好充實。咁但係咧佢所主張嘅理論咧就係同我一直以嚟咧所主張嘅右派理論係一致，即係呢個平等咧就唔係無條件嘅平等，平等一定要合理嘅平等。咁所以美國 TikTok 禁令咧就係符合啦呢個真正嘅平等因為左派所講嘅平等公平咧就係你要讓一啲第三世界嘅國家佢哋咧唔俾你市場准入係有道理，因為要保護佢本國啊嘛。而你作為一個發達國家，你有義務咧要讓佢哋市場准入，等佢哋有機會改善佢哋嘅經濟環境。呢個當然有一定嘅道理，左派呢種講法。但係問題，如果嗰個國家係一個敵對陣營嘅，或者係一個不友善嘅國家、不友好嘅陣營，或者係主要競爭對手啦，有好多可能性啦。咁呢種咁嘅情況咧，你讓對方市場准入，而對方唔讓你市場准入嘅話咧，呢個就只會造成實力嘅差距，造成咗咧呢個你資助對方去擊倒自己所以呢個 no mercy 其實係呢個係 no mercy。如果你太多嘅 mercy， 最終咧讓自己嘅國民、讓自己嘅國家安全咧會受到威脅嘅。呢個就係右派咧核心嘅理論嚟嘅。咁同樣道理，麥當勞咧都係咁嘅情況。因為點解咧？喺過去嗰10幾年美國以加州為首今次咧山火嘅地方咧就係 LA 啦呢個係即係各省陣營嘅一個核心地段。咁咧麥當勞咧其中咧喺過去好長時間就係支持咗呢個嘅美國所謂嘅多元包容政策，呢個 DEI 政策。咁而家咧英國話要拍 Harry Potter， 重拍 Harry Potter 嘅電視劇版，都係話要 DEI 要多元包容即係咩意思咧？多元包容即係你請人嘅時候，揾演員嘅時候，你有唔同種族都有啦，機會平等啦，唔好淨係白人演員啦。Harry Potter 點可以淨係白人演員？所以英國嘅 Harry Potter 舞台劇 Hermione 即係 Emma Watson 原本做個角色都係揾咗黑人嘅女演員做噶嘛，好長時間都係。所以佢哋就話要 DEI 啦，要多元要 equal 要平等即係要種族包容性取向要包容，唔好淨係揾全部都係單一性傾向全部都係異性戀咁唔得嘅要有同性戀嘅演員、同性戀嘅角色唔可以淨係有同性戀同異性戀嘅。而家咧仲有多元性別，有變性人嘅角色。咁呢個咧佢哋認為咧咁就叫種族同埋膚色同埋呢個嘅取向多元價值啦。咁但係咧喺右派嘅角度嚟講咧，呢種係荒謬嘅。咩叫做多元咧？多元嘅意思就係你可以拍黑人電影，你可以拍白人電影，你可以拍亞裔人嘅電影印度人嘅電影，可以拍華裔嘅電影，呢啲咪叫多元咯。每個人可以拍自己想拍嘅嘢，呢啲先叫多元啦，而唔係一套戲裏邊樣樣角色都要有唔同嘅性別、唔同嘅演員去做。咁你就會影響到嗰個劇本嘅構造嘅。譬如話佢個劇本構造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或者安徒生嘅童話故事，所構造嘅就係中世紀或者係近代嘅歐洲社會啊嘛。嗰個時候個歷史咁梗係以白人為主噶嘛，你夾硬要加個華裔嘅角色落去夾硬要加個印度裔嘅角色落去，
夾硬要加個同性戀嘅角色咯，呢個同歷史咪格格不入咯。真正嘅多元就係你自己拍，你可以拍同性戀斷背山，你就拍斷背山啦。你可以拍黑人嘅電影《被偷去的12年》嚇，咁啊冇問題嘅喎。你自己各有各拍所長嘅戲，每個導演每個投資者可以講到自己嘅故事，呢啲叫真正嘅多元啊嘛。同一套戲夾硬要揾唔同嘅角色，咁啊呢個係偽善喎，因為 LA 咧係呢個 DEI 嘅主要陣營嚟嘅喎，咁但係 LA 又係 NBA 嘅主要陣營啊，湖人隊喎，係咪啊？嚇，附近加州仲有咩金州勇士啊，仲有國王啊，嚇，仲有快艇啊，仲有好多呢啲球隊嘅喎。喂，你又唔見種族多元？一隊球隊5個正選啦，黑人整一個咧，白人整一個，喂，印巴裔整一個，拉美裔整一個，華裔啊整一個咧，咁得唔得啊？嚇，揾翻林書豪入去啊？嚇，揾周琦入去啊？嚇，即係你唔可以係咁樣噶嘛？咁佢哋偽善啊，佢哋 NBA 咧又係以黑人為主啊！嚇，咁所以呢個就係麥當勞要退出呢個 DEI，就係呢個潮流啊，正在鐘擺緊啦。因為過去10幾年咧，整個社會都係向左傾啊，歐洲、美國、加拿大都係咁樣嚇，即係由奧巴馬總統開始。去到拜登、特朗普意圖係扭轉，咁但係佢以一己之力啊難以扭轉啦。因為喺整個歐美社會，自從70年代開始咧，喺大學咧左傾思潮已經好濃厚啊，所以啲教師一代傳一代傳到去今天，咁都係啲學生、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都係左傾為主。咁啊，反而咧右派咧就係即係更多就係農民啦或者係大學裏邊得研究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好似我搞經濟思想史嗰啲人咧，先比較多右傾喎。喺大學裏邊，醫學院啊咩，全部都左傾為主喎。所以咧就變成咗唔合理。仲有一間公司又係喎，一間公司一定要性別多元、種族多元。喂，呢個就唔合理啦。因為點解啊？你間公司請啲乜嘢人，應該以能力優先噶嘛。麥當勞請人應該要能力優先噶嘛。同埋佢每間麥當勞所居住嘅所發展嘅、所開鋪嘅一個區域，喂，佢哋嘅種族結構又唔一樣喎。如果佢哋嘅種族結構裏邊咧有70% 係白人嘅，得30% 係其他族裔嘅，但係你就因為要種族多元咧，就要導致到白人嘅比例可能只係佔1/5，咁你咪剝削咗白人嗰個社區咯。同樣道理喎，如果個社區90% 係黑人嘅，你又要加白人落去啦，加亞裔人落去啦。咁你同樣係剝削咗黑人嘅權利噶嘛？咁所以呢個 DEI 就係為咗多元而多元而佢會攻擊你喎。你為咗多元咧，因為你個電影全部都係白人，你個電影全部都係亞裔人，佢哋會攻擊你咧。哇！你係咪歧視啊？點解冇黑人角色喺裏邊啦？如果你嘅電影咧 superhero 全部都係男性，佢就會話你一定係歧視啦。點解冇女性嘅 superhero 啊？當你有女性嘅 superhero 嘅時候，佢就攻擊你。點解冇同性戀嘅 superhero 咧？即係咧，所以點解迪士尼、Marvel 過去幾年萎陣就係咁解啫嘛。萎縮，喂，電影業越嚟越唔好睇啦。嗰啲荷里活電影就係因為為咗多元而多元。遊戲機 PS5 呢個嘅 Xbox 嘅遊戲為咗多元而多元，即係唔好睇啊！同個市場係脫節咗啊！因為咧，佢哋呢啲 DEI 嘅人會不斷攻擊一啲唔支持多元種族性別、唔支持 DEI 政策嘅人，佢哋會攻擊你。抵制你，起你底用呢啲方法咧去對付你，杯葛你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反彈嚟嘅，其實係咁。所以 TikTok 禁令也好，或者係呢個多元政策也好，本身咧就係一個社會嘅鐘擺，最終咧會擺向邊邊咧都難講。不過即係呢個嘅拜登以國家安全為由禁呢個嘅 TikTok， 會唔會俾另外一個鐘擺就令到 Donald Trump 上台罷免咗呢個政策咧？咁而家咧，因為過去 fact check 呢個 Facebook， 你話佢打壓言論自由，咁但係同時間佢亦都咧阻止咗一啲咧即係未確實嘅新聞發布。譬如話舊年英國7月份爆發咗暴動，就係因為一啲未確實嘅新聞，而後來被知道嗰啲新聞係錯誤消息啦嘛，不斷咁轉載而導致到暴動。咁呢啲社交媒體如果完全唔去做 fact check， 咁又會造成咗社會嘅一個即係危險喺裏邊嘅。最近 Elon Musk 就係啦，發布咗好多，後來咧俾唔同嘅學者、唔同嘅媒體或者當事人即係出嚟指證佢，喂，佢講嘅嘢係大話嚟嘅。咁但係佢已經不斷咁轉載咗啦，無數嘅 fans 已經轉載咗啦，呢個咧亦都係會造成問題，所以一定係鐘擺。你 fact check 咧，fact check 得太過咧，你就會打壓咗好多其他意見嘅聲音。
但係完全唔 fact check 咧，又會出現咗問題。所以我自己就主張就咩咧？喺21世紀咧，就應該用 AI 去代替人手去做 fact check。即係如果啲嘢過咗 AI 咁過唔到，當然 AI 要不斷持續成熟先做到啦。否則咧加咗人嘅主觀判斷咧，咁嗰啲問題咧，即係打壓言論自由或者過分濫權啦，永遠都係解決唔到嘅。所以21世紀咧，AI 取代人類進行呢個道德判斷嘅時候，我相信就會更有系統嘅。即使你同意唔同意，我認為呢一種亦都係無可挽回嘅一種發展。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下個星期咧就會有呢個中國近代史嘅復課，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今日講到呢度，知識有價，15美元一個月可以無限重溫。無論你係 join 呢個 YouTube 還是係 join Patreon 咧，都可以睇到翻咧 exclusive 嘅資料 ，VIP 會員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咧Patreon 咧就有聲音檔 ，YouTube 咧暫時未上載到聲音檔。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拜拜。